今天和大家来聊一下好奇心和想象力的话题。我想任何人应该都是有好奇心的，即使一个2、3岁牙牙学语的小娃儿，也常常会指东指西，追问着大人，那个是什么？为什么这个叫做电视机？为什么自己不可以吃太多糖果？为什么吃太多糖果会蛀牙？似乎我们的童年就是在我们的好奇心驱使之下，慢慢的成长，慢慢的度过。忽然有一天，我们对很多事物不再充满幻想，不再有任何好奇心的时候，我们才会惊觉我们已经年华老去，生命已经走向了尽头。好奇心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能，任何人看到违反自己认知与了解的事物时，就一定会问为什么。也因为这个好奇心，这个发现为什么的动力驱使，人类才有了现今的文明。当年牛顿看到苹果落地，这个苹果为什么不会往天上飞的好奇心，让他发现了万有引力的定律。同样，瓦特看见了水烧开时蒸汽的力量而发明了蒸汽机。富兰克林因为看到闪电，对电产生好奇，而发现了正电负电的现象，让人们了解电力的原理。人们因为对天空的好奇，发明了热气球、滑翔机、飞机和飞艇；对海洋的好奇，发明了轮船、潜艇；对太空的好奇，使人类发明了火箭、卫星、太空船。世界上一切的发明创造，追根究底的原因，很多都源自于人们对世界的好奇。如果人没有好奇心，就不会有任何想象力。没有想象力，那么人类与其他生物又有什么差异呢？所以爱因斯坦说过，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只可惜很多时候我们的好奇心呢，都被升学式的填鸭教育给扼杀了，把许多我们原本好奇、原本渴望探索与冒险的那种欲望给压抑了，让我们与生俱来的好奇心深锁在我们的内心深处，不见光明。似乎乖乖听课、认真记忆与学习才是正常与值得鼓励的好学生。那些喜欢突发奇想、特立独行的人，往往被归类于异类与不正常。而考试成绩更决定了升学与就业的主要依据。其实这是现今教育制度的缺点。要弥补这个缺点，我们就应该多多鼓励学生发挥创意，打破教条式的升学与教育环境。如果学校老师、家长与父母对子女教育能够给予多一点自由的空间，懂得培养学生子女的好奇心，或许这个世界就会产生多几个牛顿与爱因斯坦这样伟大的科学家。知名的意大利物理学以及天文学家伽利略有一次看到吊灯摇晃而好奇，所以他后来发明了单摆。在比萨大学读书的期间呢，伽利略对天体的运行也非常好奇，经常向老师提出一些难解的问题，比如说为什么行星不会沿着直线进行。像这一类的问题，有的老师就嫌伽利略的问题实在太多了，可是伽利略却从不在乎，反而不断地提出许多奇特的问题。尤其对于世人所深信不疑的亚里士多德理论，认为两个物体以同一高度落下，重的比轻的先着地。可是伽利略呢，却提出各种怀疑。后来经过反复的研究与实验后，发现物体下落的快慢根本与重量无关。1590年，伽利略在比萨斜塔公开做了落体实验，验证了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是错误的，使得统治人们思想长达2000多年的亚里士多德学说发生了重大的动摇。爱迪生小时候特别调皮贪玩，对很多事物充满了好奇心。有一天他看见一只母鸡在孵蛋，心想鸡蛋怎么变成小鸡呢？母鸡能孵蛋，我相信我也可以孵蛋。于是他就学着母鸡的样子，蹲在自制的鸡窝里孵蛋。爱迪生的成功离不开他的好奇心，也正是因为有着强烈的好奇心，驱使他探索未知世界的各种奥秘。也因为他对世界充满了好奇，不断的突发奇想，不断的研究与实验，给自己人类的生活带来了无限的光明。因此好奇心是一切知识的开始，世界上一切的发明创造都源于人类对世界的好奇。好奇心是智慧的源泉，正是对万物起源和自然奥秘的好奇，使达尔文完成了《物种起源》一说，奠定了生物演化论的基础，
没有好奇心，就没有人类智慧的产生、积累和传承。我们大家所熟知的18世纪英国著名的化学家兼物理学家道尔顿，有一天呢，在圣诞节前夕，他和他妈妈买了一双棕灰色的袜子，可是妈妈却说这双袜子呢是樱桃红的袜子。道尔顿并不认为妈妈在和他开玩笑，而是对妈妈的问话产生了极大的疑问，于是跑去问周边的人，发现除了弟弟和自己的看法一样之外，其余的人都说这双袜子是樱桃红的颜色。道尔顿觉得这个事情非比寻常，于是呢，他的好奇心就越来越大。经过认真的分析和比较，结果他发现弟弟和自己的色觉与别人不同。后来才发现，原来弟弟和自己都是色盲。道尔顿虽然不是生物学家和医学家，但他却是第一个发现色盲的人，也是第一个被发现的色盲患者。经过他的综合分析，又写了一篇论文，叫做《论色盲》，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提出色盲问题的人。好奇心也是进取的动力。苏轼曾经写过一首诗：庐山烟雨浙江潮，未到千般恨不消。道德别来无一事，庐山烟雨浙江潮。庐山烟雨，钱塘江潮，是名闻遐迩的这个风景名胜之地。如果此生不能到此一游，那么很多人可能到时都愤恨不平。可是人也很奇怪，等到真正有机会游览这个名闻遐迩的风景名胜，却又觉得不过是如此。然而人的好奇心总是人生进步的动力，因为又有新的庐山烟雨浙江潮在召唤着我们，在激荡我们的好奇心，让我们找寻生命中的新的目标，继续出发。人生就是在各种好奇心与发现的循环过程中度过奇妙而又多彩多姿的一生。想想看，一个人如果没有好奇心，从没有想过人生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界上，人生的意义到底在哪里，那么人生将会是多么单调与乏味啊。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一个内容。那如果您需要更多的资讯呢，可以来上我们的官网查询。那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这个视频呢，也欢迎您订阅与分享。